雞蛋豆腐學會這樣做，我家小孩至少能多吃2碗米飯。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，我是阿光。根據家裡人口的多少，準備適量的雞蛋豆腐。處理雞蛋豆腐其實也有技巧的。首先把底部切掉一小部分，然後像視頻中這樣擠牙膏一樣把雞蛋豆腐擠出來，動作一定要輕，应力要均匀，不然的話雞蛋豆腐很容易碎。接下來簡單的改下刀，切成大約 0.5 公分左右的厚片，盡量的切均匀一些，在後續的烹飪過程中成熟度一致，而且做出來的成品也會更美觀。全部切好放在大一點的盤中，接着簡單的準備一些配菜，我喜歡加一把白玉菇。首先把根部切下來，因為根部的肉質比較老，然後把粘连在一起的分開來，這樣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白玉菇生長在潮濕的環境，難免有一些細菌或者是雜質，放在清水中加入小半勺的食鹽抓洗一下，食鹽有消毒殺菌的作用，經過這樣處理一下，我們吃着也會更加放心。我還喜歡搭配2根小火腿腸，吃完包裝的火腿腸切成薄片，雞蛋豆腐加入少許的火腿腸，吃起來更有層次感。有條件的也可以用肉腸來替代。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備用。準備200克剝好的青豆，加入清水清洗一下。因為青豆在煲的過程中難免有一些灰塵或者是雜質。現在是青豆大量上市的季節，也是一年當中最好吃的時候。接下來簡單的準備一些配菜，準備幾粒去皮的大蒜，用刀拍一下，然後再切成小丁。大蒜可以增加雞蛋豆腐的蒜香味，切好放在小碗中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提前燒一鍋開水，加入小半勺的食鹽。接下來把白玉菇直接倒在鍋中，因為所有的菌菇類含有草酸，我們一定要焯下水。但是在焯水的過程中，我們千萬不能煮太久，不然營養很容易流失，而且口感會大打折扣。煮成視頻中這樣漏出來，控水備用。起鍋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有條件的可以加入一些豬油。接下來把準備好的蒜末直接倒在鍋中，開小火煸炒出蒜香味，下入準備好的火腿腸，焯水的白玉菇也倒在鍋中，開大火快速翻炒均勻，把白玉菇表面的水分炒乾，同時炒出香味。接下來加入小半碗的溫水，然後簡單的調下味，加入大半勺的食鹽，小半勺的松茸絲，稍微翻動一下，使調味料完全化開。接下來把青豆直接倒在鍋中，接着把準備好的雞蛋豆腐也倒在裡面。雞蛋豆腐口感細膩，營養豐富，入口即化。不管是紅燒還是蒸雞蛋，都是深受大家的喜歡。唯一的缺點就是很容易碎，像視頻中這樣輕輕的翻動一下，使雞蛋豆腐完全的浸泡在湯汁裡面，大約燜煮2分鐘左右，使雞蛋豆腐和青豆快速的成熟。加入少量的生抽醬油調味。這是一道比較清淡的家常菜，我們不需要添加太多的調味料和配菜，我們吃的就是食材的本味。大約煮2分鐘左右，鍋裡面的湯汁也慢慢的變少了，裡面的青豆和雞蛋豆腐也已經完全的入味成熟了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和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。
在出鍋之前，加入少許的水澱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，使澱粉水和食材完美的融合，稍微的攪動一下，這樣可以防止結坨或者是粘鍋。開大火，把鍋裡面的湯汁收至濃稠，使食材的表面都能夠裹上醬汁。一道營養又下飯的雞蛋豆腐就這樣做好了。裡面加了白玉菇、青豆、火腿腸，不僅增加了營養，同時豐富了整道菜的口感。這樣做出來的雞蛋豆腐口感細膩，入口即化，吸收了白玉菇的清甜味，鮮上加鮮。白玉菇和青豆口感爽脆，吃起來還有雞蛋豆腐的鮮香味。這樣一道簡單的家常菜，就算是一來招待客人也是非常的有面子。主要是做法也非常的簡單，廚房小白都能夠輕鬆的掌握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另外頭像還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製作視頻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